大家好，我是面具人，给大家紧急播报一则重要消息啊，那就是房产税要来了。哎呀，这次是真的要来了，并不是开玩笑的呀。观众朋友们，你们知道这个房产税的威力有多大不？在座的各位，应该除了自己或者是自己的朋友，家里面大部分人都是有房子的吧？啊，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没房子的。这些没房子的人，他们心里就会想，哎呀，房产税来了是好事呀，这样子房价就能降了。哎呀，房产税收死那帮炒房的杂碎，是不是？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这个经济呀，它是有一定关联性的，有一定挂钩的啊。我劝你们千万不要抱有那种仇富的思维。哎，我建议你们啊，要学习富人为啥富，有钱人为啥有钱？你仇恨他，他也不可能把钱分给你，对不对？再说了，天天你们盼着打土豪分田地，你说把土豪打掉了，田地就能分给你了吗？啊，田地一定是分给打倒那个土豪的更强的土匪，是不是？这个房产税呀，它会针对空置税，会针对出租税啊，租房税都会收。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逃不掉。哎呀，我的肚子疼。哎，先不废话了，来给你们放这个视频，你们自己细细的品一品。今天啊，要讲一个重磅的消息，就是在本周二，4个部门聚齐了，就这个房地产税改革召开了座谈会。房地产税是被很多小伙伴寄以厚望的，能够控制房价一个重要手段。其实呢，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无非就是说税改会不会能让房价下降？今天咱们来说一下这个问题。5月11号，财政部4部门主持召开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听取了相关领导对于这个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一些意见。消息发出来之后啊，迅速的冲上了热搜，有网友这个点评啊，希望能出台房地产税，并且对从什么地方开始征收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目前啊，只有重庆和上海地区率先试点对于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至今已经10年了。重庆的房产税更像是一个豪宅税，而上海的房地产税呢，更相当于是个多套房的一个税，这个税费成本都比较低。而新一批试点城市预计啊，在这个税率啊、范围啊、标准啊都会有所突破，试点城市的标准啊相对比较统一。那首批的城市会有谁呢？盲猜的话，概率比较大的可能会有深圳、杭州等等。近几年那些房价上涨比较热门的1、2线城市都有可能在内。那么财政部以及4部门召开的这个工作座谈会，到底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去年下半年以来啊，楼市的热度明显的上升，局部还出现了过热，比如说广州啊、深圳啊、合肥啊、无锡啊等这些。这个时候啊，4部门召开了这样的座谈会，还进行了公开，给这个楼市降温，用意很明显，降低了投机炒作的热情。除此之外呢，其他房价上涨压力比较大的城市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么房产税真正来临，那对于房价和楼市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房地产税不太可能啊会对那些个人首套房征税，因此啊，给这个刚需的小伙伴们压力不会很大，大家放心。反而是因为房价的调整，给刚需的小伙伴一次好的上车的机会。房地产税啊，对于持有多套房的群体的影响会比较大，意味着房产越多，税收的成本越大，最后可能不得不出售多余的房产。听到这里，是不是还没有买房的小伙伴开始开心了，高兴起来了？房产税落地，房子就没有人买了，房价就大跌了。你想的没错。房产税的目的呢是调控，而不是打压。你有看到香烟因为高额的税费而没有销路吗？不可能，对不对？房产税呢确实动了很多人的一个利益，但是能帮助市场回到正常那个供需关系中，让房价回归到房产的价值上面去，才能让房地产市场啊能够更加长远的进行这么一个发展。那有人问了，那如果房产税落地之后，这个税按照什么来收呢？是按照这个购买价吗？那20年前的房子那都是白菜价，按照现价吗？像深圳这样的房价相差10倍，
那按套路说吗？也是，就很多还有人说，要不要按这个面积说呢？那每个城市的人口密度也不太一样，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说，房产税这个问题啊，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这个利益的这个纠葛复杂至极。有一个小伙伴就说了，既然这么复杂，那要不干脆就别出了吧。在这里啊，咱们还得说一句，这个房产税一定会出的，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新闻越短是越大。5月11日，财政部官网发布了一则短消息。财政部、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税局总局4部门，在京召开了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听取部分城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及部分专家学者对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难道房地产税又进了一步了？房地产税到底什么时候落地，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从这几年的风向来看，高层显然是希望推动房地产税立法先行，要不然也不至于频繁表态。但具体到落地时间，估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原因无他，实在是房地产税涉及到的名目太多，基本涵盖了房地产经济活动有直接关系的税种。要是专门为其立法，工作量非常大。另外，由于房地产税属于地方税种，很难按统一标准来实施，需要因地制宜。包括房地产税何时开征，如何在税法规定的税率幅度内确定具体税率等，制定起来会相当复杂，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官方表态频频。此前，财政部部长刘昆还在经济日报撰文，建设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财税体制。内文透露，财税体制改革将是“十四五”2021至2025时期的重点工作，其中提到了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但从全国人大常委公布的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来看，房地产税并未被提及，这意味着房地产税在2021年不会推出。在房地产税这个大的税种里，大众最关注的莫过于和自己息息相关的房产税，也就是地方在房产上的征税。目前，我国有2个城市在试点房产税，上海和重庆。从具体实施情况看，这2个城市对房产税的征收力度都不大。上海给房产税划了一道红线，人均面积超过60平方米以上的，需要按照1.2%的税率每年缴纳一次房产税。当然，首套房是免征房产税的。就披露的数据来看，2020年上海市征收房产税的收入是199亿，跟同年上海将近3000亿土地的出让金相比，就显得不值一提了。房产税在这个城市谈不上什么存在感，小打小闹罢了。你要是实在不想缴纳房产税，还可以通过生2胎的方式提高免征面积。一个3口之家的免征面积是180平米，4口之家的免征面积是240平米。多生多免还能给我国的出生率做贡献。怎么感觉被套路了？自2011年上海推出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以来，房产税的确对上海市场产生了一定影响，警示了部分多套房持有者，但是影响着实有限，征收力度偏低，让房地产税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无论是从替代土地财政收入的角度，还是从抑制房价快速上扬的角度，房地产税都没有发挥到相应的作用。另一个征收房产税的城市是重庆，在征收房地产税这个问题上，重庆比上海还要不走心一些。这一点可以从征收标准看出： 1. 个人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 2. 个人新购的高档住房，即交易单价达到上2年主城9区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建均价2倍以上的住房； 3. 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的第2套含第2套以上的普通住房。单从这个征收标准来看，基本上就跟普通人无缘了。一般情况下，就算是投资客真的来了，这个房地产税起到的作用也基本等同于没有。而重庆的房价这些年没有大涨，其根本原因是大量且充沛的土地供应量。对于上海、重庆的房地产税试点工作，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胜表示，上海和重庆2个城市的房产税试点证明了，房地产税可能跟房价的关联度一般，直接决定房价的根本因素还是土地的供给和供需的平衡。目前有一部分声音建议房地产税先在部分城市试点。此前，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对媒体表示，中央文件已经授权深圳和海南加快改革，目前2地只需要走相应程序即可进行房地产税试点。贾康表示，深圳、海南如果开征房地产税试点，要吸取上海、重庆的经验，在政策设计上更加周到、更有效率。
征收范围要适当扩大，体现一定的力度。毫无疑问，接下来若是真要开展房地产税试点，就不是重复此前上海和重庆操作那么简单了，而是加大征税力度，为将来房地产税的立法做准备。那么，房地产税的开征会给楼市带来什么影响？虽然上海、重庆的房产税影响不大，但是有些细则还是可以参考的。不向首套房收取房产税，估计其他城市未来推行房地产税也会采用这条规则，要不然反对的声音就太大了。房产税一旦开始征收，对于多套房的持有者来说肯定是有影响的，毕竟持有成本增加了。但是真正影响到他们买房的，还是房价上涨的预期。这个问题其实很好理解，如果房价的上涨预期依旧存在，并且能够弥补持有成本的上升，那么投机者依旧会选择购房。而房地产税是可以通过人为的传递转嫁出去的，层层传递下去，最后触达的肯定是房屋体系中最底层那一部分人，也就是租客。房租的制定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工资标准，但更多的还是房东对租客底线的试探。如果未来征收房地产税，房东的持有成本增加，势必会导致租金的上扬。对1、2线城市的多套房持有者来说，还勉强可以通过租售将压力转嫁出去。对于3、4线城市的多套房持有者来说，可能就要认真的思考一下是抛售还是继续持有了。房地产税的开征，可能会给本就贫弱的3、4线楼市补上狠狠的一刀。